半岛局势紧张之际，朝鲜和俄罗斯持续走近，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朝中社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会见了到访的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崔善基当天也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达成协议。此外，朝鲜和韩国领导人近日互相放狠话，更加重了外界对半岛局势的担忧。16号，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由朝鲜外务相崔善基率领的朝鲜代表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在场。在此之前，拉夫罗夫与崔善基举行会见，双方谈及当前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拉夫罗夫指，美国及其追随国家针对朝鲜制造安全威胁，对半岛局势毫无注意，并指俄方将倡导推动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的谈判进程，以实现东北亚地区持久和平稳定。拉夫罗夫表示，双方还讨论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以实现俄朝关系全面发展。Время, которое мы выбрали для нашей встречи, как нельзя лучше подход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двести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итоги той активной работы,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начата для выполнения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достигнутых в ходе сентябрьского саммита между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Путиным и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 Ким Чен Ыном на космодроме Восточный.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ая работа уже активно ведется. 崔善基表示，朝俄两国之间的互动正在积极推进。我们在新一年年初举行的会晤，将把双边关系在本年度的发展提升至全新水平。他还表示，两国外长频繁会晤进一步证明了有着悠久友谊和传统的俄朝友好关系，正按照两国领导人的计划蓬勃向前发展。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会谈朝俄双方气氛热络。拉夫罗夫在会谈开始前向崔善基赠送了一束鲜花。从俄朝两国近几个月的频繁的互动可以看出，朝鲜已经被俄罗斯视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国家。这种关系已经被俄罗斯提升为这种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那这个普京总统高规格的接待朝鲜的外长，也是对于去年金正恩访俄所达成的一系列的成果所这个达成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表示的一种满意，那也是为了普京总统能够在近一段时间访朝所做铺垫。俄方还透露，普京在可预见的未来将访问朝鲜，具体时间将会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商讨。俄罗斯计划在所有领域与朝鲜发展伙伴关系。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такой визит состоится, что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посетит в обозримом будущем. Сроки такого визита будут.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7号在回应有关会谈的提问时说，双方讨论了朝鲜半岛局势，但主要重点是在所有领域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包括在敏感领域方面。2023年9月12号至17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访问俄罗斯。期间，金正恩与普京讨论了多个重大问题和合作事项，并達成共識。当时，普京接受了金正恩的访朝邀请。此后，拉夫罗夫访问朝鲜，也被视作就朝鲜访朝事宜进行沟通。러시아와 북한이 중장기적인 전략적 일치를 만들어 가고 있다. 虽然说俄罗斯和朝鲜在综合国力上是相差的很大，但是两国在合作上是互补性是非常强的。一方面，这个朝鲜从这个建国以来就一直受着粮食问题的困扰。那俄罗斯又作为全球出口粮食最大的国家之一，可以缓解甚至彻底解决朝鲜的粮食危机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个朝鲜和俄罗斯在军事方面都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互补性。朝鲜急于需要这种先进的这个武器以及研发上面的来自俄罗斯的支持呢，俄罗斯也需要在导弹以及其他军事上面来自朝鲜对于战场上的帮助。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024年以来，半岛局势骤然紧张，在韩美军演的不断挑衅下，朝鲜对韩国的态度日益强硬。在15号召开的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0次会议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应在朝鲜宪法中
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国和永远的主敌。有关条文应明确禁止居民使用3000里锦绣江山、8000万同胞等误导韩朝为同族的词汇，还应删除朝鲜宪法中北半部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团结等措辞。朝鲜应为此修宪，并在下一次的最高人民会议上进行审议。金正恩还表示，作为南北交流合作象征的京义铁路线，其朝方区段应完全切断至不可恢复的水平，以完全隔绝韩朝边境地区之间的一切联络条件，并分阶段严格实施。还应当拆除位于平壤南部关口的祖国统一3大宪章纪念塔，从朝鲜民族历史中彻底摒弃统一、和解、同族概念。金正恩表示，若韩方胆敢侵犯朝鲜一丝一毫的领土、领空和领海，将即刻被视为发起战争。 우리는 전쟁을 바라지 않지만 결코 피할 생각 또한 없습니다. 전쟁이라는 선택을 할 그 어떤 이유도 없으며 따라서 일방적으로 결행할 의도도 없지만 일단 전쟁이 우리 앞에 현실로 다가온다면 절대로 피하는 데 노력하지 않을 것이며 자기의 자주권 사수와 인민의 안전, 생존권을 수호하여 우리는 철저히 준비된 행동에 완벽하고 신속하게 임할 것입니다. 美欧曾批评朝鲜向俄罗斯输送导弹，同时怀疑俄罗斯向朝鲜输出火箭技术。现在俄罗斯公开说与朝鲜进行所有领域合作，包括敏感领域。那您怎么看待朝俄关系？怎么看待越来越紧张的朝韩关系呢？这是一个好问题。朝俄关系和越来越紧张的朝韩关系呢，都是与俄乌军事冲突的新进展有关系，而背后呢，则是变化中的俄美关系。 俄乌军事冲突是美俄的直接较量，乌克兰呢不过是美国的战前士兵。那么俄乌打到现在，乌克兰一方呢显得疲惫，美欧军援迟迟不到，西方呢出现了乌克兰疲劳症，说白了呢就是失败感。而俄罗斯一方呢虽然代价够大，但是在战场上逐渐占了上风，不缺武器也不缺兵源。朝鲜是否给俄罗斯输送了武器，我们尚且不知，但可能性呢比较大。 至于说美国和欧洲的批评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为什么能向乌克兰和以色列输送各种武器，而不许朝鲜对盟友俄罗斯予以支持呢？总之呢，是俄罗斯在战场上越来越占优势，也增加了更多的自信。俄罗斯公开说与朝鲜进行所有领域合作，包括敏感领域。一呢是对乌克兰及背后的美欧予以威慑；二是表明。 这个俄美冲突呢，正在部分的转移，从乌克兰转向朝鲜半岛。实际上呢，双方都后退了一步。由于美俄斗争地域转移，就引发了朝韩关系的紧张。朝鲜呢，把韩国视为是头号敌人，废除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等朝韩事务机构。韩国呢，则宣布终止919军事协议部分条款，加强美韩军演。朝韩双方呢，还用开炮的方式。 这个展示呀，对彼此的毫不相让，这实际上呢是美俄冲突在朝鲜半岛的表现。韩国总统尹锡悦向美国靠拢，把美国的核武器引向朝鲜半岛，也是激怒了朝鲜。朝鲜半岛紧张呢，似乎说明了3个问题：一是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占上风，可以喘口气，在其他领域，比如说朝鲜半岛，与美国进行新的博弈；二是朝鲜的武器装备，特别是 导弹技术和火箭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对美韩联军不虚，不再把韩国呢视为是同族关系，而是完全的敌对关系。三是朝俄关系进一步加强，要用全领域合作来应对美韩的延伸威慑，在朝韩之间呢形成力量平衡，不能让这个美韩啊为所欲为。朝鲜半岛爆发意外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大，背后呢就是美俄的激烈对抗。